我们也非常开心，今天有各位来到现场，而且现场有非常多的看起来是非常重量级的，不管是在环保政策圈、在学术圈、在产业界等等啊，都是呢非常有想法，而且呢有实际操作当中的可能对这个环境跟这个和平的需求的啊，所以待会呢也欢迎在这个我们开放啊这个Q&A 的时候能够呢一起参与。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气候变迁当然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的影响重大了哦。那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是用数字的监测来看气候变迁。但是我想对一般人来说的话呢，可能来得更简单一点了。比方说，樱花，日本的樱花呢，该开的时候不开。比方说，台湾的香蕉，香蕉突然之间呢变得那么贵，而且它的涨幅呢，甚至比黄金还要来得贵。那最近的话呢，包括荔枝、包括芒果、包括龙眼，都在因为去年的台风不断，因为呢，在过去的这个冬天，突然之间忽冷忽热，那冷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很冷啊。这个部分的话都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呢开花啦、授粉啦、结果等等啊。更不用说，我们自己的水果王国都发现呢，买水果很贵了。那再往远一点看，如果你喜欢吃地中海料理的话，你会发现呢，哇，这个红酒呢，开始连瑞典也产红酒了。所以过去呢，可能是一些什么法国是最顶尖的，但是未来的话呢，可能再往北一点，也可以喝到呢一些很不错的红酒。当然呢，你喜欢橄榄油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西班牙跟意大利这个橄榄油呢，目前看起来欠收。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多淋一点橄榄油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价值可能不菲了哦。所以呢，这些部分事实上都是我们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感受到气候变迁非常非常实际的例子。但是你可能会说，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今天主题呢是夺地这个抢水争能源啊，讲到的呢是气候变迁对于和平的威胁。那跟和平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我们的眼光从生活、从台湾拿得更远一点点了啊。最近的话呢，联合国特别谈到了近10年来有2个几乎来说是最惨的人道灾难。一个呢是刚刚结束的，不晓得它会不会再重新燃起，不知道叙利亚的内战，它延长了10年多的时间。一个呢现在还在持续当中的苏丹的内战。他们都是因为呢背后有非常深沉的连续的干旱，导致的呢是农民失去了耕地，导致的呢是一般的人因此可能缺粮，包括呢物价上涨，因此的话他们开始进行争夺，开始这些农民移到了城市，然后的话呢就发生了对很多政治当中的不满，因此引发了内战。他们这些死亡的人数超乎想象，都是那种10几万、20几万、30万，甚至我看叙利亚有一个估算到60万之谱哦。好，所以呢，这样子更不用说，他们呢造成了数百万人因此逃离了自己的故乡，逃离故乡呢成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呢气候的难民，他们呢造成其他国家的负担。所以像这些是不是就开始跟和平、跟冲突开始产生了一些连结了呢？那更不用说，在国跟国之间，最近的话呢，联合国也注意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呢埃及跟伊索比亚。很可能他们因为争水源的关系，会进一步的引发战争。那前段时间，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中国它在湄公河这个地方盖水坝，那因此它跟这个东南亚的5个国家之间产生了水资源的争夺的紧张关系。那更不用讲说最近大家想到的川普，没错，就是川普。川普说他要格陵兰，为什么还要格陵兰？因为呢北极融冰。因为的话呢，格陵兰露出了好大好大的一块。因为呢，它接下来的话呢，丰富的矿藏变得比以前更容易开采了。因为呢，北方的航道露出来了，因此的话呢，贸易的利益，包括呢战略的价值，通通都浮现。所以你以为川普是随便说他有格陵兰的吗？那他可能不只要格陵兰，他说他不惜武力也要拿下格陵兰。那除了格陵兰，还有加拿大。加拿大第51州，他不是因为说你是我邻居，我觉得我很近，我可以欺负你，不是，因为加拿大是极地国家，所以对加拿大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战略的意义。所以凡此种种，你发现说，其实背后都有很多国家跟国家之间，更深层的跟气候变迁有关的一些相关的连锁效应。但是好，听到现在你可能会说，好嘛，就算说有内乱，就算说有战争，有这个区域冲突，但是台湾应该还好吧？
台湾你说距离内乱，我们要因为气候变迁、因为粮食导致内乱，你会觉得好像有点遥远，对不对？台湾的话呢，物资非常的丰沛，你吃不了香蕉，那就吃芭乐好了；你可能吃不了芒果，那吃苹果。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部分呢，距离好像是比想象中的来得远一些，不至于如此的极端。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过去的这1-2年间，欧洲社会比我们文明，要讲许多嘛，就是差不多文明吧啊，他们的也这样物资丰富吧啊，但是欧洲不要忘记，它在2022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它有一度缺水，缺到莱茵河干涸，水位不断的往下降，降到只剩下原本水位的45%。然后呢，然后就是货运停止，经济搁浅。再来的话呢，更近一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2024年在俄乌战争已经爆发了之后，这个欧洲因为天然气的关系，哇，这个物价腾飞。但它腾飞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除了天然气的关系，很直接跟气候相关的，因为那一年它没有风也没有阳光。在德国说有一个叫做没有风也没有阳光的单字，我想这个龙老师应该非常熟悉啊，叫当什么东西的很难念出来啊。那他怎么形容这样的一个没有风也没有阳光的日子？为什么会有一个单独的名词跟单字出现？因为它造成缺电。这个德国是我们台湾一直在谈到核能，谈到环保议题非核环保永续的时候，最具效法的国家，也因此它的绿能走得非常的前面。但是在去年的时间，它没有风，几乎没有风力发电，它没有阳光，几乎没有光电，所以它变成更加的依赖了天然气。所以它一方面又依赖天然气，二方面又因为俄国的关系掐住了它的天然气。所以呢，那么一个状况底下的话呢，欧洲形成一个危机社会，他没有办法用更多的力气去对乌克兰进行力挺，而且展开行动上的支持。他嘴巴会讲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要抵制俄罗斯，但他采取多少行动呢？我想大家应该会知道。所以呢，某个程度来说，对于欧洲来讲，它因为气候变迁导致能源上面的脆弱，导致了它投鼠忌器。那更不用说，除了欧洲之外，你会说那这样子，台湾，我们是一个孤岛嘛，那或许未必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另外的话，你也觉得说，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国跟国的战争，台湾是个海岛，我们幸好没有跟别人连在一起，所以的话，我们应该不会发生资源争夺吧？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大家不要忘记，过去几年间，台湾跟菲律宾是不是有渔船之间的擦撞？台湾跟日本是不是有渔权的争议？更不用说更近一点，台湾跟中国大陆，因为呢禁渔令的关系，因为海洋资源枯竭都有禁渔令，所以呢他们就越境来捕鱼，所以呢我们就驱赶他们的渔船好几次，是不是觉得好像感觉上快要擦枪走火？我想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我们眼前啊，那所以我们觉得好像遥远的，其实对台湾来说都未必的那么远。那不管是你说直接的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渔权有没有是一个可能，或是没有直接引发战争，那你可能因为战争来临，如果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属于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等的准备，因此产生韧性，那么战争是不是对我们的冲击就会小一点点？甚至对方可能会因为我们有所准备，他不敢轻易发动战争。所以战争的开始与战争的结束，其实都跟气候变迁、跟气候变迁导致的资源的多寡跟争夺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呢，到这边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哦。我们主题呢就是呢夺地、抢水、争能源。整个的气候变迁确实对和平造成了威胁，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好，那所以呢，因为这样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今天现场跟我们谈这个的主讲者呢是赵公岳执行长，他是国际气候发展智库的执行长。或许这我要稍微特别介绍一下，但是我因为这一次的活动新认识的朋友。或许大家对他的名字不是那么的熟悉，在国内国内对一些环保啦、永续啦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像魏国燕老师啦，他曾经的环保署长，比方说上街头的倡议者，
但是呢，赵公业执行长的话，他是在国际之间呢非常的活跃哦。我看了他的一些背景资料之后，发现很不简单。他曾经呢在亚太经合会 APEC 当中呢，进行就是跟台风、跟气候有关的行政工作跟研究工作。那另外的话呢，他在联合国的减灾署降低灾害啊，还包括了一些相关的气候的会议当中，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啊。他甚至还是减灾署当中的一个非常专业的讲师。好，所以呢，在一般的气候的话题当中，要不然就是非常的科学，但是呢，属于科学又跨政治、社会、人文领域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国际的气候发展智库的执行长赵公业是不二的人选。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用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者赵公业执行长。谢谢蓝轩姐的介绍，那也谢谢龙应台基金会龙老师这边邀请我来做这样子的分享。我想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那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哦，这个因为今天我觉得时间非常非常好，有人知道大后天星期一是什么日子吗？世界地球日是哦，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在世界地球日的前夕哦。今天如果有机会大家去看，台湾应该好几个县市今天都在办地球日的活动，好，官方的地球日活动等等。所以我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跟大家分享，而且我想从比较不同的角度啊，以前我们在谈气候议题的时候，大概都会从环境的角度啊，环保的角度来谈这样。那今天我们希望从安全的角度来谈这个议题。好，所以一开始我想第一个，我先问一下在场的这个伙伴，为什么会今天想来谈这样的议题，或者是你今天来听这个？因为您可能平常是因为关心环境，或者因为地球日到或什么，对。有没有？我这一场问一下，有没有年轻的小朋友在场？有没有？这边我看一下，在场有国高中生吗？没有。哎，那边有人举手。好，来，好，问你一下，最后面那个粉红衣服的，不，就你刚刚举手。对，你为什么来听？啊？为什么？好。妈妈叫你来。好。我还记得我当时去那个东华，有一次到花莲去演讲，然后当时也是哇，就好多学生在底下，然后我习惯性一开始就会问问大家说，哎，你为什么来听？你的背景是什么？你觉得气候变迁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大部分的人哦，当然我想其实。会来听我演讲的这个伙伴，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说我爱地球啊等等环境的议题。那当时我听到一个这个就是东华的这个学生也是，他大4，然后他就说到，哎，他准备要念研究所了，好，一样在东华这边要准备念研究所，他念历史的。哎，我说，哎，很好，哎，那你关心这个议题，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开始做你相关的这个硕士班的研究？你论文要不要写这个题目？他跟我说，关心这个地球啊，关心环境是他的兴趣，他平常也身体力行。但他说历史跟这有什么关系？好，他就问我，他就说这样子，他虽然有兴趣，但他说他要念历史学的硕士班了，跟他有什么关系？这边好，当时我其实就告诉他这些小故事，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从这样小故事谈起。刚刚我想前面蓝轩姐有特别提到好多的案例。那如果以前小时候念历史课本，当我们在念以前哦，因为那个时候的版本我不知道跟现在版本一不一样，教科书改很多次，以前都会谈对不对？古埃及，然后谈4个大河文明，然后谈到说，哎。在以前埃及的时候，尼罗河的这个洪水虽然会泛滥，但是也会带来耕种。
对不对？然后尼罗河的整个周期，事实上对当时的古文明非常非常的重要。但那古文明怎么消失的？好，你如果从过去的历史，很多历史学家跟气候学家去重建当时，他就发现说，在古王国，就是古埃及，它分几个不同的进程嘛，古王国中心这样，在西元前2200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旱灾的事件。事实上，你如果重建，那你会发现说，当时它对于当时的古埃及王国的整个灭亡，因为连年大旱，所以造成它整个政权上面就丧失了。那后来一直当然延伸到更近期，到了希腊人进到埃及，然后托勒密王朝的时候，后来一样，他在近期的时候，后来因为他们的整体的气候条件造成农耕不收，然后造成平民跟精英之间的冲突。好，那这样子的状况不只是在古埃及，好，一样你跨洲到阿拉伯半岛，刚刚那个已经到西元前了嘛，好，然后到西元中间，然后到6世纪。阿拉伯半岛这边，其实你再往这边来看，当时像这边我这边特别提到西穆耶尔，西穆耶尔它在整个南阿拉伯这一块的地区，事实上当时也是因为农耕，古代的历史大概在18世纪之前，大部分当然还是以农耕社会为主啊，中间当然开始有贸易。好，那西穆耶尔王国当时其实也是一个以农耕擅长的一个南阿拉伯的政权，但是后来一样在6世纪左右开始经历连年的旱灾，然后当然慢慢的它的整个重心就往北移。好，当然麦加在那个时间点因为贸易它就整个就兴起来了。好，那当然这边我特别提到一个，这是有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了，就是说，因为你在整个社会不稳定的状态底下，原来西穆耶尔这边他们原来的宗教比较偏犹太教，但是后来到这个7世纪的时候，因为整个政权不稳，因为所有的这些社会上面产生一些冲突，那当然有新兴宗教很容易就在这个时间做兴起。好，所以当然伊斯兰教在那个时间的环境上就起来了。好，那后来再拉到不同的世纪，我们拉到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好，到蒙古这边。到12、13世纪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上，你会看到，在我记得魏老师好像也有写过这个区块的学术文章。对，在那个时间点上，你就看到蒙古大草原那边开始。好，因为慢慢的要进入到丰水期，好，后来到13世纪之后，事实上是整个蒙古的丰水期，然后开始兵强马壮，兵强马壮之后，当然他们就有对外扩充的这样的能力。好，然后再往下进入到明朝，好，那前一段时间在报名的阶段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基金会这边有 po 了一个介绍大家一本书，叫《驾崩》，价格崩毁的驾崩，那个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老师，那个他提到说，这个明朝为什么会灭亡？很多人从万历15年开始谈，然后谈到后来崇祯。那事实上崇祯的时候发生了几乎是，我想可能近100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连年的饥荒，所以当然对整个明朝治理来讲，其实它等于从政权的角度上面，它几乎是无能为力。好，所以这些部分其实我们来看，对于内政上面，我想如果今天在气候条件上面有一些冲突或变化的时候，其实对国家治理的内政上面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可如果跨境呢？这边给大家看到的是跨境上面人类最早的
争议的这个案例。哦，你看这时间多早，公元前2500年，哦，公元前2500年，所以等于4500年前，其实人类就开始对于这样子的跨境的水权就在开始处理了。哦，当时在两河流域，哦，我们刚刚前面谈到从埃及的那一块嘛，那现在拉到两河流域这边来。那两河流域这边，事实上当时在这边主要的2个不同的王国，哦，一个拉加什，一个乌马。那因为上游这边，哦，他们当时有水权嘛，可是乌马这边违反了协议去争他的水权，好，所以其实他们那个中间其实有将近200-300年的好几代的这个冲突。那最后还写了一个石碑，好，说好，那我们这个大家互相把这样子的水权，定一个规矩下来，好。所以我想，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争议，在2500年前，4500年前哦，公元前2500年，一直到现在，好，它其实从人类的历史上面来看，其实不管在国内的治理上面，或者跨国境的治理上面，其实都不断的发生。那这样子的不断的发生，事实上我想再提醒我们，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如果今天我们开始意识到，水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好，那这样子的跨境的资源或国内的相关的资源，如果它今天有变化的时候，它会不会造成我们在治理上面的危机？危机。那我想这个是刚刚蓝轩姐特别谈到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内战的主要原因，我想刚刚前面稍微谈了。那这边给大家看的是实际上面的数字，就2011年左右，叙利亚那边开始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好，那因为这样子的干旱，后来当然在它的整个社会来讲，当然相对传统，所以大量的人移动到从农村的地区移动到城市的中心，那它就造成了整体的整个城市治理上面很大的压力。然后当然后来造成的内战，我想大家知道。那前一段时间其实才刚刚结束战争，但是后续当然在治理上面有没有办法去因应这样子的生活或环境的压力所带来的，我想这个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好，那这个是苏丹达佛。好，那苏丹达佛事实上是联合国在近期内认证第一个，应该这样讲，就等于官方认证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所引起的战争。好，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谈一下，我们刚刚前面谈的是水资源，谈的是环境治理。跟气候变迁不太一样。好，我们等一下会谈，好，气候变迁为什么不太一样？好，所以前面谈的是水资源的改变会造成冲突，但是这个是被第一个认证说气候变迁所引起来的典型的冲突。那这里头看到，因为苏丹达佛它在整个境内包括相关的这个资源的缺乏，然后后来就导致了大规模内战。那内战之后，后来当然从刚刚特别谈到很多人死亡哈，那甚至超过250万人流离失所。好，所以事实上我想其实这样子的情境在国内、国外或者是不同的跨国境之间，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好，那这个是刚刚特别谈到，伊索比亚这边要新建大坝，盖了大坝以后，可能后面埃及的境内的水会减少90%。好，那这样的情境不只发生在埃及北非，我刚刚提的两河流域，包括叙利亚跟土耳其，然后包括这边刚刚提到的，中国在湄公河。那底下5个国家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好，
所以这个角度，我想其实过去大家比较少谈。大家谈安全，我们讲在国际间，我们在研究安全议题的时候，多半会从传统安全的角度，就是战争，就是 arm。但联合国在1994年的时候出了一个人类安全报告，那个算在 UNDP 的架构底下出的第一个，这比较完整的安全构面的报告。当时界定说，事实上，如果我们今天谈安全，我想龙一谈整个基金会的这个主轴，我们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谈，不只是在直接的军事战争上，军事战争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但是你如果从它的往前推的起因，可能有不同的影响或不同的因素会造成。这边界定了7种因素。第一个是经济安全，好，所以大部分的国家如果遭遇到经济冲突，或者在经济不稳定的状态底下，它的战争的威胁或者是冲突的可能性会增加。好，那第二个是食品安全，好，食品安全，所以当然粮食安全、饥荒等等的，好，这样子的冲突的可能性会增加。再来是健康、疾病。然后这边当然谈到几个传染病，心血管等等的。好，然后环境安全，那环境安全当然包括像刚刚谈到的水源、空污、全球暖化等等。好，然后个人安全，个人安全，好，暴力等等。然后社区，然后最后这边是政治安全，好，包括一些我们平常在讲的这个 human right 等等。好，那从这7种安全里面来看，我想内容很多，我就不再赘述，我直接跳到今天的核心。我们谈在非传统安全里面，我特别去在里面截一段话出来。这个是1994年 UNDP 的人类安全报告所写的。好，他说 security with people rather than territories， now with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arms， 然后 environmental threats， infectious disease and others。好，大家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你知道我们刚好经过了这个30年后，经过了 COVID。对，你在 COVID 之前，你有想过吗？在这个疫情中间，然后因为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所以造成全球供应链断裂。然后你好喜欢的这个餐厅就忽然 shut down 就关门了，然后到今天为止，我看到还有朋友戴着口罩，改变了人的行为，对不对？好，所以我在之前在演讲的时候，你知道我举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多伙伴都觉得这根本就是世纪末预言，对，30年前的一段话，你现在来看，你会觉得头皮发麻。好，所以我们要开始界定，事实上气候变迁跟疾病的传染，我们在学理上面会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去看，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跨境的非传统安全的因素。那这样的因素事实上会被很多人所忽略掉。传统安全因素大家会很在意，譬如说刚刚前面谈到乌克兰的这样子的冲突，一个飞弹打下去之后，它的经济，我们平常在讲说保1、保2、保3，对不对 ？GDP， 它一掉下去以后，经济直接60%就不见，好，它 GDP 就掉了60%。好，那这2天要签他们的这个协议了，跟美国之间要谈了。但大部分的国家不会天天打仗，所以什么样子的状态底下我们要避免战争？避免战争不是只有在就是说军事的冲突上面。事实上，刚刚前面界定的7种安全因素，其实都是可能引发后面冲突的原因。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7种因素底下来建构韧性？好，我想等一下会跟大家稍微谈一下。所以我们要先界定这样子的非传统安全的因素。第一个，它是物理环境的改变。那物理环境的改变，当然水是其中一种。好，那其他包括刚刚谈疾病啊等等，有一些相关的。那物理环境的改变会造成社会环境的改变，好，所以它会引发像刚刚谈到，从古到今，其实非常多的案例告诉我们，这样子的资源改变会让社会经济不稳定，然后你在对内的治理上面就造成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它会造成国际环境的改变，因为它是跨境的，所以跨境的这样子的冲突，它会需要跨境治理。像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像湄公河它有委员会，甚至你拉到最高的角度，我们在现在处理气候议题，它需要更高全球一起的角度。好，为什么在1992年要推出这个UNFCCC 就气候变迁的公约？那后来每一年，现在全球其实在整个联合国架构体系上，会议人数最多，事实上就是 COP。好，那像去年大家讲人比较少，好，去年在29嘛，29人比较少，大概将近5万人。好，那再往前一年 COP 28破纪录，将近10万人。好，所以我预计今年 COP 30在巴西应该还是会破纪录。好，所以它是一个国际环境改变，它需要非常多跨境的努力回来去谈到底怎么样去做因应，否则我们的生活会面临到很大的不确定性跟威胁。好，所以到底气候变迁是什么？好，回到我们今天谈的议题，刚刚有跟大家谈到，第一个我们要先认识这些气候条件，事实上它跟我们的生活有非常关。好，所有的伙伴，你每天出门，你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对不对？至少说你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要不要带雨伞？那如果今天会下雨，你如果有活动，那你可能要做雨天备案，因为雨天备案可能会影响在你活动规划的情境，然后它会影响到你的成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过去2000年的地球的温度状况。好，第一个，地球本来它就有一个自己的循环系统。好，所以过去2000年这当然是重建的哈。真正人类有观测记录，大概是从1860年左右开始。好，但目前看起来依照重建的状况，你看地球的温度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所以其实那些王国身处在那些地区，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谈天命。好，就是他刚好要执政的时候遇到年年大旱，哇，那他治理上就很大的困难。好，然后刚好他那一段时间五谷丰收，历史上就记载他是太平盛世。可是呢，那你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忽然之间到了19世纪之后，我们忽然看到它一路飙高。好，一路飙高。所以如果之前，我们现在来看，刚刚好几个历史上的例子给大家看了，就是说，如果之前在那些不同的王国、那些不同的地区，其实都有案例，在做相关的资源上面的治理上面，都有产生状况，都有困难，那他们怎么做因应？那回到这里，忽然之间，我们整体的温度往上拉高。好，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先回来看，到底为什么原因拉高？那我想今天不谈太多新的科学的东西。好，基本上目前95%以上新兴水准科学报告告诉我们，其实就是人，我们的工业革命之后所带出来的碳排。好，那第二件事情，它对我们是什么影响？因为刚刚前面看那些不同的国家地区都受到环境资源的改变之后造成的冲击，那这样子的拉高的冲击对我们什么影响？目前的科学报告告诉我们，如果它的温度不断升高，超过1.5
好，1.5是目前认为说，人类大概可以容纳的，就是可以忍受的极限。那如果超过2°C， 我们认为整个地球的系统会崩毁。当然不是我们崩毁，是地球的整个环境会大改变。那大改变之后，人在适应上面会遇到非常多的情境的改变。譬如说，好，大家如果有回头想一下，这个过去的这几年，你有没有发现，每次的那个降雨好像一直在哪里听到又破纪录，对不对？好，那或者是说干旱的部分一样，好。就整个系统会改变成我们不太能够适应，跟以前不太一样。好，所以目前来讲，我想大概大部分会听到说，我们需要把地球控温在1.5°C 以内。好，但比较残忍的是，这是去年我去开 COP29 的时候第一天，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11月11号。然后刚刚大家在会场里面开会，然后联合国的那个专门组织WMO 就世界气象组织就直接发布科学报告，说 Sorry boy， 这今年还没过完，11月11号，今年已经正式破1.5°C 了。好，就是去年他已经宣布，就是说单一年度的温度高过1.5。好，但他也告诉大家说，我们如果现在开始努力，好，那我们后面还是有机会让它降下来。好，但是基本上它已经快到临界点。那这样子的临界点会造成什么影响？好，这边有谈到几个，包括海冰啊等等等等的。其实当然。所以刚刚特别谈到，其实格陵兰算是气候变迁的受惠地区之一哦。好，第二次变迁，气候变迁不是说每个地方好像都会受到冲击，都有负面影响。你看，像格陵兰就解冻啦，对不对？好，那解冻之后，当然很多人会看说北极熊好可怜，可是那边的人很开心啊，对不对？第一次有春耕，对不对？好，那。所以我回来讲，刚刚提到，第一个要看起因，起因是因为温室气体，好，那第二个回来讲对我们什么影响？这个是过去浅蓝色的是这个天气的相关事件，好，就是灾害相关事件，深蓝色的是经济损失。好，照理来说，你看我们刚刚从前面这个人类历史，对不对？从古埃及两河流域一直讲到现在。人类的文明这么进步，我们的防灾能力也应该很进步。可是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好，为什么？你看从1980年代，照理说这个我们的科技进步了，然后我们统计数据当然也越来越精准，可是灾害事件不断的升高，然后经济的损失也不断的升高。好，那这个是苏黎世再保的资料。去年，另外一家更很大的这个，等一下我话还没讲完就3分钟了，好吧，我要讲快一点。另外一家这个慕尼黑再保，一样非常大的国际再保公司，他们就是保险公司上面的这个再保险公司，国际的。去年的灾损，就是全球灾损也破他自己的1980年代以来的记录，3200亿美金。就基本上，虽然人类的科技进步了，但我们发现好像这个减灾的状况并没有比较好。好，所以 WEF 就是世界经济论坛每一年所发布的报告，我想很多人如果关心这个议题，可能都每一年都看到，都不断的更新但是极端气候相关的大概几乎都会第一名，但这2年第一名被这个假讯息取代了。好，所以假讯息一次这个损失基本上跟极端气候差不多。好，也是另外一种人为的极端气候。好，但你如果长期来看，前面4名大概都跟我们刚刚谈的有关。好，就是极端气候
造成的相关的冲突，包括地球资源的缺乏、崩毁、生物多样性等等。好，那回到台湾，台湾我们刚刚蓝萱姐谈说，台湾有没有这个未来可能在治理上面的危机？台湾过去我们从1897年开始有真正的科学的记录，好，那时候开始有科学观测站。到目前为止，这100年来你看到的状况是，平均气温就这条红线越来越高，然后越近期它的斜率越快。意思就是说，台湾的整体的升温状况，事实上第一个国际趋势上面一致，第二个我们在都会区内其实早就超过1.5度了。好，国际要守1.5这件事情，在台湾我们都会区内早就超过了。它会反映在整体的季节温度的变化上面。目前来看，台湾这边夏天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冬天的时间越来越短。好，这个天数，我们讲这个是天数。那我近几年其实有相关的数据，譬如说我们去看那个10度以下低温的天数，在最近几年台北市基本上越来越少，少到大概都不到10天了。好，当然今年冬天很多人会觉得很冷，好，但这样讲好了，夏天越来越长，冬天越来越少。好，这个极端的状况是目前的气象署中央气象署的推估，到2075年之后，台湾有可能，或甚至再更推远一点，但因为现在暖化越来越快嘛，本来讲到世纪末之前，但现在可能到2075年之后，台湾在定义上有可能没有冬天。没有冬天指的是说那个长期10度以下的那个低温的时间会消失。好，但表示台湾不会冷吗？不是。好，台北市最冷的、最近期最冷的一天是2016年的1月23号。如果大家有人有印象，快10年了，对不对？明年就10周年。1月23号那一天，台北市市中心下雪，然后大家有印象那个当时给了一个名词叫霸王级寒流，好，就一个副北极震荡下来以后，冷空气下来，台北市中心就下雪，哇，好多人好开心。可是事实上那一天在全台湾各地很多寒害，好，我还记得南部的余温基本上死一片，好，那些环保局的局长都跟我讲，他们清运那个鱼尸体，一顿一顿的在清，好，很心酸的。可是那一年是暖冬，好，1月23号的当天，事实上是破极低低温记录，但是那一年是暖冬，好，所以好，那它会反映在水上面，所以台湾这几年的降雨天数越来越少，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直接反映在降雨天数上，好，越来越少，但是呢，降雨天数少，总雨量不变，意思就是要么不来，一来就补齐了，对，好。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南部我们的粮仓。粮仓我不用水库，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实过去2年好不容易有台风来了。好，台风其实大家虽然讲它是极端气候，但是，它在台湾带雨水的这个功能上非常重要。其实台湾带60%的水是台风带来的。好，所以过去2年之外，再往前推的6年，大家有印象吗？当时说没有台风进来，对不对？好，所以没台风进来的时候，我不用水库，因为当时很多水库都见底，但我们用高屏溪的蓝河堰，因为它是流量，好，我想这个更能反映它实际的这个水的状况。你看历年平均是这样子，红色的浅蓝色，然后红色的是在它前一年，前一年，基本上当时就没水嘛，所以你看水流量很低，对不对？南部整个都在开抗旱会议，好，然后再往下，当年的8月。2个台风进来，好，当时一个海葵，一个小犬，你看到一次就把那个水拉起来了，好，所以
一次的极端天气的事件，事实上它所带来的量会是原来平均的好几倍。好，然后如果大家有印象，去年大家有没有印象？去年发生什么台风？在南部。好，山陀儿是很特别的台风。好，3天在门口不进来，对，好进来以后也不出去，后来就没出去了，对不对？好，来你看有没有看到这数字？刚刚那个蓝色的跑到这里来了，山陀儿跟凯米。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大家讲的极端的事件，就是说如果不来，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缺水。可是如果它来的时候又过多，事实上它就会直接反映给你看，它会超过你可以治理的容纳值。好，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治理上面的非常高的不确定性跟风险。所以刚刚谈的都是过去，我们要看未来。未来台湾在整个气候治理上面，如果没有做很好的因应，事实上的确，会有非常高度的治理上面的困难。去年我们发表了第1本的，就是国家型的这个气候变迁科学报告，好，在气候变迁法之后的。目前的推估是这样：台湾未来的台风在数量上面会减少，但是强度上面会增加。好。就像我刚刚给大家看到，要么不来，一来就很难处理。好，它会造成很多地方会有更高的风暴潮。那风暴潮当然你在沿岸的部分上面会受侵蚀，然后连续不降雨的日数会更长。好，刚刚给大家看到降雨天数一直减少，所以要么不来，不来的时候它就会大旱。好，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不同的地方以前从历史到现在。连年大旱所造成治理上面的困难，但一来可能就是暴雨。那未来我们这边讲，这是50年的极端事件，以后会频率变成每10年才一次发生。好，举个例来讲，像去年山陀儿或凯米都破纪录，那个算是100年一次的频率值，就当我们在做这些计算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频率值重现期。但未来这样子的重现期的出现会越来越短，它在统计上面就会一直把那个数字一直拉高。好，然后很多地方的坡地灾害的风险会增加。坡地灾害本身跟气候变迁没有关系，但是气候变迁的包括极端豪雨或等等，那因为台湾的整体的地质相对来讲很多地方比较脆弱，潜势气流比较多，所以它就会出现很多可能会坡地灾害的情况会发生，然后淹水50公分以上的区域会增加，海平面上升。好，这边讲上升最坏的情境可能会到34公分，然后海水温度增加，目前来看可能到世纪末会增加到3度。好，然后它会反映在很多的经济上面。好，我们这边谈的是农损，水稻跟玉米会减产将近17%、18%。好，那再来是畜牧当然会下降。那沿海的这些相关的渔业，好，包括养殖渔业，像文革的这个高温灾害发生率会增加65%。好，小卷每上升1度会下降15%产量。好，所以刚刚讲会上升3度嘛，对。然后在都会区的状况，这边提到热岛效应会更明显。好，刚刚讲都会区早就破1.5了，好，所以未来热岛效应会更明显。那当然对很多心血管疾病啦、灾害啦等等都会有影响。然后空气品质会变差，然后36度以上高温的天数会增加75天。好，不是只有75天，不好意思，是增加75天。意思就是说，刚刚前面讲那个整个夏天会变7个月这件事情，对，好。然后
对，就是这样。但冬天不是不会冷，好，就是可能没有冬天，没有定义上的冬天，但它会有极端低温，这样子。好，所以我想，刚刚一直提醒我那个时间，用这一章来做最后总结。过去很多人谈气候议题会从环境的议题，但我其实今天很重要，其实要希望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是安全议题。好，气候变迁是安全议题，它不是为了爱地球，后天是大后天是地球日，但我们其实是为了人类的安全跟生活，我们来关心气候议题，因为它每天在影响我们。好，那这个是最后一章，我用这个来做总结。这个是德国刚发表的国家安全报告。它里面就明定了气候变迁是它的很重要的主轴。那气候变迁的影响会造成整体国家稳定度下降，粮食、水这些都谈了，甚至后面谈到整体对经济的影响。那我想，其实对台湾来讲，我们必须去做更谨慎的整体，因为它影响的层面很多不只在传统环境议题上，包括在社会经济。当然也提到能源等等不同的治理上面都需要做处理。那我们希望台湾可以是一个有气候韧性的社会。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这个赵公约执行长啊，这个讲的非常的好，但也非常的吓人。这个接下来我觉得台湾好像有那种搬到热带地区的感觉。以后的话，夏天至少7个月，然后消失的冬天，以后搞不好台湾可以生产什么榴莲呐、什么红毛丹呐，这种可能要到那种什么野枣啊，又到那种什么中东沙漠地区，还是到这个东南亚才可以吃到的水果啊。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听起来的话，会知道说，台湾对于这个气候变迁对我们的挑战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峻。但相对来说，我们的韧性够吗？我们针对韧性的治理，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然后呢，已经开始实践了呢？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最感到好奇或者说比较担心的部分了哦。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就是一个对谈的时间，我们透过对谈，再把刚才讲到的一些问题更聚焦。然后的话呢，更厘清一点。那讨论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再开放30分钟的时间呢，来供这个现场的朋友来提问啊。那刚才这个公约他用最后的一章告诉大家说，其实像欧洲，尤其像德国那么一个关注气候变迁的国家，他其实很快的就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因应，他认为要提醒，而且呢列出了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策略。那时间点是落在2023，但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说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个欧洲实在是太感好奇了，而且那个时候缺水缺到说船搁浅在莱茵河的某些这个弯道上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因为我去过莱茵河，然后去搭过它那个等于是河上的那个游艇，我真的是惊呆了。我说哈，为什么莱茵河会到搁浅的程度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好，所以呢，看起来那个2023是在2022那么一个大缺水到经济搁浅的状况底下，可能因此而开始出现这个危机感。好，但即便如此，它在2024年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于突然之间没风又没阳光的时候，它度过了那个气候危机了吗？它因此展现了社会韧性了吗？好像答案是没有。所以我想这个进一步要请教公约的就是说，好，我们都知道一路听下来，全球都面对到了这个气候变迁的挑战，那而且气候变迁可能会导向内部的冲突或者外部的战争。那台湾尤其是看起来挑战非常的这个艰巨，但是连德国都做不到，所以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这个韧性其实说得很简单，做得很难吗？好，我想其实谢谢蓝萱姐的这个问题哦。很多人的确就是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风险之后，才开始回头去想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准备这些东西？好，那我们先谈韧性这个词。韧性这个词，其实它也大概从1970年代之后开始在学术界就开始谈，一开始从工程界，后来到社会界。那最近开始又在国际间开始，比较热起来，其实是2015年之后。就刚刚前面在谈，15年之后，其实
在联合国开了一个仙台减灾会议，那开始提醒大家说，以前我们传统在做很多的这个风险规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只要做了，后面大概风险就避免。可是事实上，其实很多情境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或者风险的这个出现，事实上它会有不确定性，它有好多种不同的可能。所以韧性会提醒我们，就是那我们要做一些规划，是当我准备了，但我还是有机会遭受风险。但我在风险冲突过后之后，我可以最快的时间回到我正常的生活，这个叫韧性，好 resilience。所以有点像不倒翁，我们到时候在 UNDR 就是联合国减灾署在讨论这些东西，他用了一个不倒翁做这个案例，就是你倒下去它会推下去，但是它因为它有重心，它有它自己韧性会弹回来，才会弹回来。好，所以回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是要先界定风险。好，那气候环境的改变到底对台湾，包括内部或外在，它形成什么样子的风险，这件事情是需要评估的。举个例来讲，譬如说对内，刚刚特别谈到水资源可能会缺乏，所以像那6年全部缺水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那个日月潭，我不只看到9只青蛙，对，我看到了就是那个你知道，当时我想有些人可能有看到那个新闻，连乾隆时期的墓碑都出来了。他都觉得渴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如果在那个状况底下，台湾怎么样做水治理？然后另外一个回来讲，那对外，好，对外刚刚特别谈到像渔权，对不对？如果今天鱼的这个部分缺乏了，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来跟大家做渔业相关的一些协商或等等？所以他第一个要先界定风险。那不同的情境下，它的风险的可能性在哪里？然后有可能什么冲突？那什么冲突的这个情境会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做好准备？你要出牌嘛，所以你要先做好准备。那当人家有可能提出不同的要求的时候，我的牌怎么出？那后面当然才来准备说好，在最不好的状况底下，我还有哪些不同的资源可以做分配调度？这样子是。这个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说对欧洲来说的话，或许欧洲在2024年并没有说因为先前的一个国家安全的策略，让它很快的可以避开那么一个灾难。但是比较起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坦白说，它即便莱茵河的水位下降了45%，那因为它还是有一些更强的韧性，你说没有到100%的完全避难避灾，而它至少其实没有像那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导致内乱，即便它的股市崩，然后它的电价涨到吓死人的一个状况，那它无力去阻止俄罗斯的这个对乌克兰的入侵，但是它还撑住了，这还撑到现在。它虽然经济衰退，它撑住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某个程度来说，它其实有达到若干效果，只是可能怎么样达到更进一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其实有一个更猝不及防的，是它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一个外部的因素，那就是俄罗斯突然之间入侵乌克兰。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对一个已经有一个风险意识的，因为它不是没有风险意识哦，它是一个有风险意识的欧洲社会，一个德国，它都还是碰到一个，就是说它的韧性还是有可加强的空间，以及它如果同时碰到了外部的冲击的时候，无法去影响、无法去控制的时候，它其实必然的会走向一个陷入危机的那么一个状况。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呢，拿来台湾谈，我觉得可能是更有意义的。就是说，台湾第一个，台湾的风险意识够了吗？就我们到底有多大的风险意识？我们的风险意识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我们的风险意识似乎比较多的是战争的风险意识，那或者说嘴巴讲气候变迁，看不到樱花了，吃不到芒果了之类的。那我们也觉得说，好像大家这一代，尤其年轻这一代，有那种什么环保素的，其实好多朋友啊，就是说他会很有意识的，觉得他用行动跟消费去表达他对于环境的关心。但是真的落实到说我们台湾要去谈到说建构刚才公约讲到的韧性、粮食的韧性、能源的韧性，我们真的有在做吗？我们真的有在谈吗？我们谈到那个点上了吗？比方说欧洲德国，
他们现在开始要讨论在回复核电了，因为经历过那一次的这个又就是没风没电，又碰上这个俄乌战争，那所以他们也不断的在调整。但我们谈了吗？那我们的粮食也是，我们谈了吗？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最近谈的很多就是说谈的很多。比方说我们的粮食自给率最新的一个数字，2023年只有30%，而且是一路下滑，一路下滑。那我们的这个能源供给率多少？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吧？多少？2%，2%的能源自给率。好，那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谈韧性。我们在跟大家谈韧性吗？我们有在谈韧性吗？所以我就说好，我们今天有在谈防卫韧性，我们要有这个民兵我们要有自卫队，我们要进行演习，我们总统还去到处去进行演训，这部分听起来好像很有，但我也要坦白讲，行动上面看起来有部分大家很有共同的防卫韧性吗？大家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吗？大家有很感同身受吗？我们大家会觉得要全民皆兵了吗？连这一点那么有付诸行动的部分，都未必有着真正的共识。那请问我们在讲粮食的韧性的时候，我们在讲能源的韧性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好，我觉得蓝轩姐这个题目其实非常非常棒哦。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刚刚您提那个欧洲的案例。欧洲在体制上看起来是相对起来的确比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有韧性，所以他们比较不会产生刚刚提到的内乱冲突或者是流亡的状况。可是您若更仔细的去看，欧洲的人好像我去开会的时候，其实也都会跟他们在当地的人聊天什么，的确他们对于气候意识什么什么东西，其实都是相对很高。可是你看像前几年，因为这些经济上面的冲击，其实欧洲的右派一直起来，消失下台了。然后对，然后再来是像因为刚刚提到乌俄战争的关系，所以俄罗斯的能源当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有点像卡住在那里。那另外一个，他们自己所有这些国家的能源的价格也都一路拉高，拉高到3倍到甚至有些地方到10倍。所以因为这样子，虽然它没有产生内乱，但是它事实上对政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整个国家当然到现在，我想您也看到，像不管是那个德国或者是法国，最近那个Le Pen 到底能不能选，这些都变成是冲突的点。对，都是。所以回到台湾的状态，我想其实的确您刚刚特别谈到，我们在整体的风险意识上，举个例来讲，其实台湾的一般就是我们在外界做这种对于气候议题关不关心，我想普遍的民调上面大家都关心，你知道，就是你一出去问说大家爱不爱地球，爱不爱台湾，然后我关不关心议题，大概80%都说 yes， 我们的比例都比别的国家高哦，比美国欧洲有时候都甚至高。但你接下来问他说好，这些东西反映在包括能源价格、水价或其他实际上面政策上面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落差就出现了。那当然更进一步，我想其实要建构韧性，韧性刚刚前面谈，它其实从工程面后来到整个社会面，事实上很重要，就是建构韧性，除了国家体制以外，另外一方面就是人民，就整个社会的韧性要够，因为你若人民的韧性够，事实上你不需要在第一时间，因为不可能第一时间全部靠公部门力量来救。它一定是韧性在所有的不同的这些区块里面都有韧性，你才有办法反映出整体韧性的成长。那我想这个韧性的提升会在意识上面，知识有提升，那后面当然行动才有办法做提升。对。
好，那所以我觉得龚俊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一般啦，就一般的大众是不是可以跟整个的政府或者整个社会一同来建构韧性哦？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稍微区分一下，就是说你说一般人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气候，因此对于这个资源的短缺匮乏呢，因此造成了一些危机感，然后因此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采取行动。我也有啊，我们每天都一定是走到一个房间就关一个房间的灯，然后的话呢，从来不会说打开水龙头说一直刷牙一直刷牙，一定是马上就关起来哦，就是我都做到了。但是我这样子有助于我们的国家的整个社会的韧性吗？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民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一般人民能够做到的事情，但人民的力量没有办法盖水坝，人民的力量没有办法说我不要天然气或者我要风电。人民的力量没有办法说改变说啊，这个光电不要盖在这个农地上，否则的话呢，我们今天可能好了这个电，坏了这个农。那所以这些部分事实上是属于政策面，就你只有国家跟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边如果当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就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我真的觉得厮杀龙最棒的地方就是刺激思考嘛，就大家呢做这个脑力激荡。就今天为什么台湾没有办法进行这方面的辩论，或者这方面的思辨？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就去问他，是不是？因为你刚刚讲到，台湾的人民对于环保、跟永续、跟爱地球，是几乎所有先进国家的更高的水平，所以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感动人哦。而且我们年轻一代真的很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是公众议题跟公众的政策没有办法形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是？你看，你讲到说我们爱地球，那你说好，因为这样那就要不要浪费水资源？那涨电价好不好？不好，因为缺电的关系啊，所以呢，大家呢不要乱用电啊，所以涨电价好不好？不好，那我们要去这个节能减碳，要减垃圾减量，要是少丢垃圾可以，垃圾盖在你家旁边好不好？不好啊，所以所有这些事情的话呢，碰到每一个个人的时候，可能都会碰到一些阻碍，那就只有政府或者只有一些公众的力量要进行讨论。共同达到一些，那你不好，我也不好，那哪里好？那你总是要达成一个选择哦，因为你这个不是是与非的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哦。所以台湾为什么没有办法讨论这件事情？台湾为什么没有办法进行公共政策的辩论？我觉得问到最后一个核心，台湾的社会是不是永远碰到政治，永远碰到意识形态，就在里头作祟，所有潜台词，所有房间里面的大象，就是政治。就是意识形态，你不觉得是这个样子吗？你当一个环保的专家20多年了，你到处去这个倡议也好，奔走也好，是什么东西让台湾没有办法如自己嘴巴所说的建立起我们实质上的社会韧性？是我觉得其实非常认同刚刚蓝轩姐提到，我觉得公众对话跟理性对话的这个场域是需要被建构的。那建构的这样子的这个概念，还是应该形成在第一个当然理性讨论基础，第二个它要回到譬如说科学事实上面，大家有没有机会来做论辩？举个例来讲，譬如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觉得水的部分上面是重要的，或者是电的部分上面它是一个可被讨论的，那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譬如说电价，其实台湾的确在国际上面算非常非常便宜。好，那如果我们算过，如果台湾按照合理的架构，因为特别在国际间，2年前其实在那个杜拜就 COP28的时候就已经在谈国际间希望能够把就是补贴碳。就是你知道火力发电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化石燃料补贴能够汰除掉。那汰除掉之后，如果以台湾的电价反应没有化石燃料补贴，然后又反映到今年开始台湾收碳费嘛，好，1吨是300块台币，换算起来，其实台湾的电价合理化应该可能大概是现在的3倍。但我相信这样子提出去，我想在一般的公众上面，大概比较难被接受，可能会被打。哦，对对对，所以，但回来讲，就是这是一个我认为可以做讨论。就如果今天，
所有东西不要一步到位。我想一步到位，其实对很多治理上面还是会有困难。但是你怎么样逐步的朝比较良善治理的目标去做前进，我想这个是需要讨论的。对，对啊，但是讨论，我刚刚来还没有开始之前，我还在跟公岳在聊哦，就是说，也不就是在我们前几天，我们还碰面聊了一下，说今天要怎么谈。就在我们那天谈的时候，突然之间呢，环境部长这个彭启明讲到说，哎。他个人是还蛮支持核电的哦。那他在更前一天，他突然间又讲到另外一个，他说呢，他是反对陆上风机的。哎，突然间我们这个环境部长好勇敢哦。那但是呢，后来的话呢，他又马上呢，第二天就说，我说这个这个核电事实上是可以的，事实上是我个人的意见哦。那目前的话呢，这个什么民党政府还是非核家园。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意识形态这件事情，它阻断了我们讨论呢核电的这个机会，或者当这个对岸之间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让渔权的争议只能够演变为在海上的船只的相互追逐，没有办法坐下来谈合作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事情本身的开放程度是不是也不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比方说，金门。我觉得金门人有时候被夹在这个中间也很难为，他真的是没水，那他就是发现说呢，跟金门比较近的是厦门，所以当厦门的水呢运到金门的时候呢，每次碰到这个水的问题的时候，如果在选举期间，突然间好像金门人都做错事了一样，他不能够用厦门的水，不应该。那我想说，好吧，那你台水金运好了，可不可以把台湾的水运到金门去？那么远就运不了嘛，那如果你可以你就运。那所以我就说很多事情你必须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讲到欧洲的韧性的时候，欧洲的国家安全的这策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忽略到一件事情：欧洲是一块大陆，它国家跟国家之间是相连。今天当德国没有风、没有太阳的时候，它隔壁的法国虽然也是没有风、没有太阳，但还有核电，它有非常多的核电，所以它就靠这个法国运核电给它。所以很多东西，你说今天莱茵河可能没水，那其他的河川在这个欧洲欧陆可能有办法相互支援，但台湾是一个岛，台湾能怎么样？所以我就说，在讨论这个问题，除了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自己的韧性，是不是有过度的政治跟这个意识形态在中间干扰之外，我们是不是不够开放的去谈合作？你是不是就像刚才公益有特别提到，渔权是不是跟日本、跟菲律宾，甚至跟中国大陆可不可以谈？水资源可不可以谈？你真的再讲到最极致，我们如果不要盖核电厂，大陆盖那么多，现在全世界都在盖，连隔壁的日本经历过这个大海啸，他们一样在盖。他们真的是回复了，而且他们是建立一个相关的时程，要求2035年以前达到20%，这是在前1-2个月这个最新的数字。好，那不管我们就说我们不要，那不要就不要，那不要有没有别的办法啊？可不可以？可能你跟日本可不可以？我不知道，你都可以跟菲律宾搞一个什么海底光纤，说要去那边种绿电了。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说，那跟日本来一个核电输过来吧？或者跟中国大陆，它是在沿海盖，那沿海可不可能？所以这部分对于一些气候专家来说，你们在看待国际，你经常在国际里面进行国际合作来说，到底这种合作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可以突破一些敌对关系，有达到一些合作的例子，或者说一些可能性？好，我想就以刚刚谈的最后这个能源安全的这个角度来稍微谈一下啊。那我想第一个，当然核电的部分，我觉得彭部长我们要支持他一下啦，就是说事实上他能够做讨论，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那后面当然看，以我自己知道目前的讯息，好像5月17号就目前最后一个核电机组要停，对，好像是要停役了，对，所以目前看起来那个期程上没有改变。不过我自己倒觉得，其实未来因为目前的讨论看起来是说核电未来还是开放的嘛，有一些新技术啊什么还是可以做讨论。但是我想新技术核融合那个还是以后事。我认为反而是台湾在能源安全上面比较迫切的问题，反而是电网，而不是未来，因为未来再怎么盖，那个都缓不济急。比较迫切反而是电网，因为台湾目前的电网设计其实是传统集中式电网，为了南电北送而设计的，
所以大家有记得吗？前几年其实譬如说有一次，那个在中立那边电厂那个天然气厂不小心关错阀，全台湾就大停电，然后经济部长就下台了。我也觉得其实蛮冤的，我说实话，那个关错阀的这个罪责直接挂到经济部长身上，其实有点可怜，真的蛮是。但是后来讲，因为电网的设计上面，在未来其实不管怎么走，它应该要慢慢形成区域微电网，你的整体韧性才会拉高，否则全台湾的所有电网全部挂在一起，那样子的设计上面，其实它的风险非常非常高。好，那未来它一定是做 energy mix， 就是不同的能源配比之下，然后每个区域微电网它要做快速的调动。那当然还包括储能系统必须要在很多地方开始要建构。我想这一块的韧性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速度有点慢，其实还在推，但是我想这个是需要加快，这个反而是台湾比较迫切的。那另外一块其实回到水。以金门刚刚提到的例子来看，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韧性，其实它建构风险，然后不同的情境，所以如果以金门来看，譬如说它现在暂时它是缺的，所以你就要开始看不同的来源。那最简单而快速的来源当然是下水经运，好，所以对它来讲这个是快速。但如果今天两岸之间紧张，那就是风险情境嘛，就是说如果今天两岸中间紧张，它有没有其他的？那它自己譬如说。可能当然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海水淡化或等等，但它有没有需要做其他的这个来源上面的配比？好，一样的，因为我想其实对于整体的风险韧性，不管在哪一个领域上，就是你要去设想各种情境跟它可能的冲突发生，然后我再来先预做某些准备。好，没有一个东西是万全的，但是你都做好准备之后，当你发生风险，你可以做比较好的基本运作回来，那当然就韧性就会拉起来。对 ，OK， 我想金门人一定在想说，有很多种的方法，比方说海水淡化啦，比方说怎么样，那可能有没有一个是不曾被拿出来讲的，说那可不可以两岸不要紧张？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更釜底抽薪的方式啊。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的对谈到这边，我想是不是也欢迎这个现场的朋友来加入我们了哦？那你刚刚讲到说一次的跳电就让一个经济部长下台，我觉得可能因为呢一直怪松鼠也不是办法，所以只好怪部长，没有开玩笑的。OK， 好。那现场的话，这个其实我们今天来了蛮多的专家啊，其中我坐在我正前方的就是前环保署长这个魏国燕，你要不要先不能讲抛砖引玉，不能讲抛玉引砖，你要不要先说一下你对于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啊，想听听看您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建议？因为讲到现在，其实似乎。也不见得好像知道该怎么做，那但是好像都很难真正的落实。你在政府机构待过，它最难以突破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最后一个问题最难回答。刚才我这边记了很多重点，非常谢谢龚月啊。我只讲一点就好了。我觉得谈到韧性，谈到台湾的能源处境，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电网。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看我们跟哪个国家学。那跟我们很像的呢，我认为就是英国跟日本。你们刚刚提到德国、法国，德国那么困难，法国的核电就进来了。所以你们到底说谁有韧性？那德国有钱可以买，或者可以付钱，所以它就有韧性。那台湾有钱，可是天然气的船进不来，那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跟这两个国家去学。那日本2011福岛一个电厂受损，核电厂关闭，但是陆续发现他们的贸易的顺差、逆差等等是受不了的，因为它的能源价格变得很高，所以他们核电厂其实在有条件的安全的检定之下呢，一一的就又开始重新在做。就刚刚赵先生提了，我们大家如果喜欢飞蛾家园的话呢，应该放炮庆祝5月17号台湾正式进入飞蛾家园。可是问题是，前一段的中共的那个兵推，它打击的就是我们的
天然气的那个接收站，高雄的接收站。那他们的模拟里面说冰重，所以照那个推演的话，台湾的韧性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天然气这么倚重，而且在国发会在前年所公布的未来的这个能源转型中，其实如果你进去看，第一件就是要把天然气的供给率或者发电的那个比例越来越高，到2050呢要到70%以上。当然希望再生能源可以进来，再生能源现在台湾看起来就已经到了瓶颈。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你们刚刚已经点到问题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爱地球，现在是去兵推的话，那前面呢，我大概有篇文章，有兴趣大家看一个叫做《第五风暴》，写的是川普1.0，他们有个第五风暴。因为我们刚刚做任何兵推，做任何这些比如说你的风险评估，我们在第1、第2、第3、第4象限都可以去找。可是现在他们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推都没有用，因为上面那个人不听你这一套，或者这个世界或这个国家没有办法进行刚刚蓝轩讲的理性讨论的时候，这个系统性的崩溃，这个叫第五风暴。我觉得我们今天把这个不寻常对话已经走上了更前进的一步。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可能有系统性的风暴，谢谢给我这样的时间反应，谢谢。好，非常非常谢谢这个魏国燕教授啊，对他现在是这个教授退休了，但是还是一样非常的关心我们的这个相关议题。那现场是不是有哪些朋友啊能够来看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大家来讨论一下。那我们是不是先就是跟上一次的方式一样，就是3位朋友呢这个发言，我们搜集到了3个问题之后，一并的请这个周公约执行长来回答。那现在是不是？看谁有对这个话题有一些看法？马教授，好，那 OK 还有没有？现在是好，那就先由马教授来。非常谢谢2位主持人啊。那我就根据刚才问题事实上谈水、谈电那今天议题都是用抢去夺。那这跟现在的国际形势一样，就我们川普就是要夺 Greenland 要跟加拿大争，要跟中国大陆争就是完全符合现在的形势那例如我们的台积电就是从投资1000亿美金到2000亿到3000亿这个数字，我们台湾要去帮阿拉斯加盖天然气管线那但是我们的做法就是说，人家要求我们这样，那我们的对应政策是什么？这可能就是在公开议题不曲线对话应该要去谈的事情了。像我是碳捕存在协会目前担任理事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台湾是确实缺天然气，从3接桃园藻礁到4接基隆协和电厂。我们有5接、6接、7接，7接是到大高雄地区的天然气的接收站。我这些其实我都审过但是老百姓都不知道我们还有5接、还有6接、还有7接所以我刚才魏署长谈，我们要政府的政策是要天然气的极大化，但是这中间的对谈的机制是欠缺的。那我们回过来再谈这个能源能源刚才魏主任也提了我们现在遇到瓶颈，太阳光电也遇到瓶颈，没有地我们例如跟农民抢地、渔民抢地那有些负面作用在环评阶段其实都显现比方说你在水塘上面盖了这个太阳光电板，水鸟不来了我们的生态改变了这是当然还有其他民众反映的农民反映我的交易的土地以前是农民转交给自己的，比方说子女是没有什么税的现在要有商业所得，这改变了税率那很重要一点，刚才讲到天然气那个离岸风电
大家知道1期、2期，2期算是还是成功的哦。国际上很多大厂愿意来。3期现在就困难了，因为我们政府加租了，你要自制设备一些自制的百分比进去了。外商公司觉得我要时间要拖长，我的风险增加，包括台湾地位，国际人士看台湾的战争的风险又增加了啊，也不愿意就贸然投到台湾的市场里面。那回过来看这个，刚才提到核能的议题，我们是5月11号到非核家园，但是我这边讲啊，执政党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啊，一定的，因为台电从核4就赔了3000多亿啊，我讲3000多亿。当我在当董事的时候呢，是3300亿，现在降到大概淡化到3000亿啊。然后呢，今年赔了1000多亿，去年赔了1000多亿，前年赔了1000多亿，政府补贴。今年1000多亿，政府并没有在立法院通过，没有拿到补贴，台电怎么生存下去？他已经赔了资本额超过了2个资本额，他怎么活下去？他怎么对得起一些小股东啊？这小股东几十年都没有发过任何的这个鼓励啊，等于完全没有。所以在这种很大压力，我觉得对话是重要的啊。执政党其实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我所了解啊，有时候不便讲啊，因为所以大家可以 wait and see 啊。赖总统的顾问团队已经包括某位民间都已经说谈出这个反对非核家园，就是要有核能的议题。包括刚才讲的环境部长也突然跳了一步，经济部长也曾经讲过又说嘴啊，再改变，因为台电活不下去了，台电要崩盘了，如果政府不补贴，所以这个议题我个人认为啊，半年之内大家可以看到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因为已经在松口，而且今年 summer 是台电公司将面临最困难、供电最困难一年。为什么？我就随便举例啊，去年一个地震，花莲地震，你知道吗？支持台电最后发电没有全系统崩溃，是台积电的紧急发电系统全部给了台电。好，今年经济不景气，再加上川普的关税问题，台塑集团、汽车工厂都停了。可是我们面临到半导体电子业的扩产，还需要增加电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在我已经看到这个转变时机已经来了，但这来必须各位啊，可能再给一点这个舆论的压力啊，可能就改变了。我自己非常深信这一点。我可不可以偷偷的问一下，这个马教授，你担任过台电董事是不是？你刚刚的说法是担任过？我干过了8年，独董跟董事干了8年。那你刚刚讲到说，可能接下来会改变。蔡总统上来后还当了1年，之后再离开。OK， 那您刚刚讲说半年之内，你觉得可能政策会改变？但是我们刚才也讲到，因为5月17号就已经，了。那他可以怎么变？他已经就是等于是就停机了呀？那重新再启动吗？对。可是重新启动要花很多时间哦。啊？重新启动要花很多时间，超过1年2年的时间哦。以核3来讲啊，大概最快就是核3，因为他那个还没停嘛。我有在透露一个消息啊。可是就是5月17号要停啊。我接待2个团啊，你听我讲哈。2个团，一个是美国的 Congress 的团，一个是众议院，一个是 Senator 的团。第一个问题都问我，为什么你台湾要反核？都问第一个人。所以在很多的刚才我讲那个国家的压力下，我觉得非核能是非常可行的，非常
而且可能的，因为我们针对台积电，针对我们要到美国去盖天然气管线阿拉斯加，我们要花1000亿美金的几倍。我刚才讲了，阿拉斯加盖气管要1000多亿，这个台积电要搞到2-3千亿，我们到底我们还有钱吗？我们还有那个能力？现在电费刚才讲，大家也不肯涨。其实刚谈到的水资源，水费多少人说要讲水费，水费更便宜啊，也都涨不到，涨不起来。所以我认为今年是很动乱的一年哦。但我认为今年会做非常多的，无论是国际跟国内都会有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个人认为哈，个人认为啊，不代表我，但也许。谢谢马教授。谢谢。马教授是台科大的。台湾大学，我台湾大机械工程系对。然后对于一些什么我担任对一些环境工程，我当过这个环评委员了。所以刚才讲水的问题啊，我认为对水我还不是那么担心，因为我当过环评审查的时候，我当过 chairman 审一些中科的案啊什么案，最后就是农业用水跟工业用水的平衡问题，一个就是在枯水期啊，枯水期就是但是我们政府建议机制就在环评上，就是说你要至少我当主席来讲是这样，你要跟工业界要跟农民对话，要多沟通。当然，枯水期的时候你要开几级会议，要农民同意才可以供水。那之后现在建了，无论是浊水溪相关中部地区的水源，现在都建了很多小水库啊，已经改变了。大家还记得在多少年前中钢缺水的时候，那个高炉不可以停水，大家还记得那个事件？大家还记得台积电缺水？你知道现在台积电盖了全世界最棒的汇水回收厂，就用建汇水回收厂的水资源的再利用，解决了南部缺水的问题。其实台湾有一些对话其实是进步的。对，但是有一些科技方法可以来帮助。对，但是我们确实像刚刚讲能源议题，我记得马总统时代还开了很多全国能源会议啊。但是自从我们蔡总统上以后，到现在没开过一次哦。好，非常谢谢马教授，谢谢。那所以呢，执行长，那你觉得呢？开能源会议是一个方式吗？或者说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去面对这个？我想其实马教授的这个经验很重要。那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刚刚前面谈到那个能源价格跟水价格，其实我们刚刚讲嘛，如果理性计算，包括所有的成本啊，如果把化石燃料的这个补贴也汰除拿掉，然后甚至刚刚讲之前核能的这些价格摊提也放进来，我觉得台湾能源价格回到正常化，理论上它是个必然，但是的确刚刚讲就是说。建构韧性要回到民间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今天民间没有办法做很理性的政策对话，那他就会不断的要求，就是我又要这个好，但你又不能给我涨电价。然后所有的未来的科技，刚刚谈到科技解放，大家现在刚刚来之前看到龙老师那个 ChatGPT 的那个影片嘛，未来所有的这些电的使用上面，理论上还是会再持续增长。所以我想在各种条件状况底下，要能够拿不同的这些科学，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理性对话，其实这个空间的营造是很重要的。那也有在那样子的营造底下，我想我们后面才有机会来比较 open 的去谈，到底什么样子的能源配比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然后接下来，譬如说刚刚前面谈能源安全，的确因为台湾在之前其实98%是进口能源，它就会有很多在这个议题上面的脆弱度。但是未来如果在不同的能源配比底下，那当然其实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再生能源的比例拉高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必要的，因为它会是在自己的区块上，你还是会有基本供电，但它一定要搭配电网转型跟储能设备。好，那它会变成在每个区块还有自己的这个供电系统，所以我想，只有在这样子大家都
依据在理性跟科学的对话底下，我想台湾整体的韧性才有办法建构。是啊，是绿能够拉，尽量拉哦。但是同时的话呢，碳排的一些能源，比方说煤，比方说天然气，其实照理来说能够尽量低就尽量低。但台湾现在变成说是在这个过渡的时间当中，第一个过渡时间越来越长，第二个的天然气的占比越来越高，所以其实真的是蛮矛盾的啦哦。好，那还有没有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有哪些意见，或是想要问这个赵执行长的？好，好，那就这位戴黑口罩的朋友。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赵执行长，就是说那个刚刚有提到，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它其实明朝的灭亡大概是由干旱导致整个国家都动乱嘛。那在目前国际贸易那么盛行的情况之下，这个干旱还会造成全球性都有一样的现象吗？还是说可以用国际贸易来弥补这个东西？好，我这样讲好了。即使在国际贸易的状况底下，不同区块如果它有原物料的上涨，好，那它也会造成不同地方消费上面的情境的反应。我举个例来讲，我以前在 IPAC 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在处理这些议题，其实我们就发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几年，最近10年，每一年的夏天都破纪录。那个温度都升高，都破纪录。那台湾去年也破了，也破40度了。好，那我们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说，事实上，因为夏天破纪录，你往下走，就是冷饮的需求就大涨。冷饮需求大涨，你往上看，你知道那一年再往前推的那个钢铁的原物料，它价格就起来，因为它的需求就往上。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跨境联动的哦。国际贸易上面，即使你有不同的来源，但是你在原物料的部分上面，其实它也会反映出来。所以你在这里可能看起来没事，可是它的上游端假设产生经济波动，它会影响到后面其他的国家。好，我想其实这个在国际上已经蛮多相关的案例。那所以其实因为气候变迁它是个全球尺度的一个状态，然后到目前为止也在很多不同国家地区造成不同的冲击了。所以我想，其实整体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从整体治理角度，第一个去减碳是爱地球，就是说你要全球一起，因为它不是单一国家有办法处理。但如果你回到自己的刚刚讲韧性的建构，调试是救台湾。就是说，你必须在你自己的自身上面做很多调试的政策反应，你才有办法让自己获得安全。好，以上，谢谢。好，那还有任何现场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意见要表达，要问这个赵执行长了吗？OK， 看起来是没有了。不问就没机会喽。OK， 好。那非常谢谢啊，这个在今天呢，等于是周末的下午那大家来到这个华山园区来听这一场呢非常重要的，就气候变迁对于和平的威胁。那对台湾来说，真的是一个海岛相对来说的话呢，很脆弱。尤其我们现在呢，不只有内乱，不只有外患，还有一个蛮疯狂的川普总统所以呢，等于是如果你要形容它像台风的话呢，是多个台风共伴效应。甚至我们在讲到说，对于这个气候变迁本身对台湾来说，它需要更多的一些公共政策的讨论，但这目前看起来还蛮缺乏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如果再加上呢，整个的民主政治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整个的运转又有某些呢这个问题存在的话，这两个就已经算是一个共伴效应了让我们现在呢要讨论很多的一些议题，找出共同的方向，寻求共同的共识，然后能够去一步一步的推动，真的是得要花可能比更多其他的一些这个民主国家来的更多的一些努力才可以所以回到这个赵执行长也好，或是刚刚马教授的建议也好，大家可能更多的讨论跟施压吧就是说让政府呢能够呢就是公民社会要先讨论，
然后呢，政府要接受这个公民社会的一些意见，那可以形成最后的一个呢，协助台湾能够有韧性的一个治理的方式。好，非常谢谢呢赵公业执行长今天呢来主讲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也非常谢谢大家共同的参与，谢谢大家，谢谢，继续支持斯沙龙。